CK3 玩家穿越成《甄嬛传》中的余莺儿，还能躲过小夏子的攻陷吗？于是恃宠而骄，欺君冒名，折辱甄嬛，给华妃当刀，下场确实是罪有应得。但咱们 CK3 玩家穿越过去可是无辜的啊，什么都没干就被塞进一个太后恨、甄嬛记仇、华妃当枪使。小煞子随时准备弓弦勒脖子的地狱开局怎么破？假如穿越到倚梅园里的宫女余莺儿，还有救吗？有的，太有救了！小猫这颗悬着的心可以放下来了，只要不抢那句诗，运气好的话，甚至能安安稳稳活到大结局，连弓弦的影子都看不见呢。但我们 CK3 玩家真的太善良了，不舍得看甄嬛一句逆风如解意就被拽进这后宫修罗场，不舍得看她刚入宫就遭华妃忌惮被皇后盯上，更不舍得看胖菊在倚梅园外吹了半宿冷风，满心期待却等不到那个对出下半句的人。所以我们决定替甄嬛小主冒领了这首诗。等甄嬛溜了，别忘了把甄嬛丝挂的小象收好，这么漂亮的剪纸要是被血水打湿了，小毛我心痛的都会揪起来的呢。假如玩家穿越到顶撞眉庄，羞辱新唐寨，让小煞子手剥核桃，还要在御花园辱骂甄嬛，被皇帝发现并降位，又接下了华妃帝来下毒甄嬛的刀，玩家还能活吗？这把周围人都得罪完了，想不死真的很难。看看人家甄嬛的内阁，简直羡慕的让人眼红。好感度拉满的私人医生温太医，间谍首脑小允子，掌事宫女崔槿汐，陪嫁丫鬟刘珠浣碧，全部是满好感。再看看这一幕的余莺儿呢，人都得罪完了，私人医生温太医看见你绕道走，连脉都不肯诊；间谍首脑小夏子正用那双剥过核桃的手给你准备弓弦呢。没办法，谁叫原著中余莺儿自以为华妃加入了对甄嬛谋杀的共谋，但实际上真正的共谋只有2个人，花穗和小印子。计谋暴露的概率太大，计谋败露后，本来胖菊念及旧情，不想处死于世，只是将其打入冷宫，这样咱们 CK3 玩家还能免费旅游紫禁城。可惜原著中甄嬛得意洋洋的到御前说出逆风如解意，容易莫摧残，直接导致于氏冒名欺君的罪名坐实，此时从打入冷宫变成了赐死。老实巴交的 CK3 玩家也只好拿出那日在倚梅园精心保管的小象，去跟皇帝说，陛下，臣妾冒名确有其罪，但臣妾有一物呈上，此物乃甄嬛那夜亲手挂于倚梅园梅树之上。试问一个鞋袜湿了急于脱身的宫女，何必精心准备带有自身样貌的小象，特意前往倚梅园？她是有备而去，非偶遇圣人。且婉贵人明知臣妾冒名，却隐忍数月，臣妾被华妃利用下毒，婉贵人早已知晓，却不及时提醒陛下，专等臣妾犯下死罪时借机发难。如此说完，当甄嬛得意地念出逆风如解意，容易莫摧残时，他便已经亲手撕开自己贤良不争的面。生性多疑的皇帝势必开始疏远甄嬛，甄嬛的倚梅园邂逅在皇帝记忆里永远蒙尘。因为皇帝突然意识到余莺儿只是个蠢笨的棋子，真正的棋手是甄嬛。假如玩家穿越到弓弦已经套上脖子，小煞子手上已经开始发力的余莺儿身上，能活吗？还能翻盘吗？没有了，真来不及了。因为现实是铁人模式，自动保存，不能读档。点个关注，下期闹人我接着带你一起救地狱开局。